这段时间，关于某个未成年小逼崽子偷拍军列且恶意传播至外网的事件，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更是让大伙重新提起泄密就被抓，抓住就杀头的基本点。正所谓，保卫国家机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当事人的满不在乎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态度，也是让该事件在互联网上迎来生机。正如华科研工作室的花老师所说，属实是逆天完了。而根据老一的主观看法，如果大伙还记得的话，具体的说是前年，国内某个逆天 LGBT 在市区穿着旧日本帝国海军军装招摇过市，结果被水塔编辑阿姨和其他热心群众一波举报，一跃送走。期间又搞出一堆什么烧军装收藏、烧旧日本海军帽子的脑瘫操作，到最后也是极尽小丑之丑态，灰溜溜的退网。而本次偷拍军列和那次 LGBT 今日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截止写稿日期2026年5月5日，根据微博知名懒狗吃屎大王、大片拖欠者、高达打鲛人、黑色枪骑兵及王虎的剑桥的说法，此次偷拍军列及相关人员已经被相关部门知悉，开展依附有司论其刑赏的环节，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当事人在 QQ 群里也说的什么地方派出所批评教育和民警说没什么大不了，只能说一面之词信不得。大伙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走正规流程举报，执行宪法中提到的身为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以花老师为首的军迷群体已经就事论事地对此事进行了评价，那本期视频老一就干脆以另一种角度去分析一下，也就是以一名铁路工人的身份对当今的火车迷或者说是铁路迷这一群体有着什么样的看法。众所周知，你们的老一是一位扎根基层有那么几年的一线铁路工人，说的不客气点，就是几年以来该吃的苦和不该吃的苦都吃了一溜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对于铁路，特别是在旅客运输这方面，多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其实这要是说起来，由于我自身的工作原因以及粉丝量级占比，我认识的铁路迷其实也不少，但基本都是那种勤勤恳恳、不显山不漏水的人物。除了按照规定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拍一些自己喜欢的，同时也在规定范围内的内容之外，就只剩下没事的时候问问老一我关于客车车辆的部分专业知识。只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不显山不漏水的状态反而不是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正如老一在这期视频中所说，各个互联网群体的本质就是极度松散的互联网社群，而这种极度松散的状态就注定了群体内部没有统一的思想逻辑，没有令行禁止的行为作风。毕竟从现实角度出发，互联网群体内部没有可胳膊、锦衣卫和年干处这种活跃于内部的具有现实效应的强力部门，能够在负面影响出现的第一时间对群体内部采取强力措施的同时进行对外公关策略。这一点在铁路迷群体中更加适用，甚至更糟糕的是，现阶段的铁路迷群体就连一个拥有足够粉丝数量级、具备相当互联网影响力的内容创作者都没有，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说在中国铁路这个要素上，具备相当互联网影响力的内容创作者几乎都是和地方铁路和国铁集团相关的官方人物或机构，而这种与官方的强绑定就注定了这些博主无法在舆论态度上代表大多数的铁路迷。而这就又回到了我在这期视频中提到的另一个观点，一个互联网群体，对于这个群体真正在主导并推动更新创造这个群体外观画像以及互联网发展的，并不是群体内部理念温和或抱有现实目的的人。尽管这群人的实际占比达到多数，且目的明确，具备现实实践属性，真正实现群体破圈和群体画像形成的，正是群体内部占比很少但声量很大，且理念最极端、想法最难以理喻的人。所以真正能够实现一个互联网圈子大面积破圈的，几乎都是圈子内部最极端的人所达成的。
综上所述，就是铁路迷这一群体，由于圈内普通人士普遍的儒雅随和、不显山不露水，就导致整个铁路迷群体对于国家铁路发展和形象创造上没啥决定性的正向主观作用。也就是由于圈子内部的沉默的大多数真的是在沉默，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圈子内部经营，既没有靠着自己的行动扩大圈子的正向影响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实打实地推进我国铁路运输事业的建设和安全生产的布局。可一旦圈子内部出现神人并导致破圈就集体完蛋。正所谓前人砍树，后人抱山。换言之，老一不否认铁路迷群体内部有着相当部分的爱好者为中国铁路事业和文化宣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些贡献和圈子中的神人带来的破坏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不在一个数量级。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铁路迷或者说是火车迷这个群体，每次走到聚光灯前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时，都是以负面新闻的姿态出现的，且每一次出现的负面方式都各不相同的同时，负面程度都极其逆天。就比如今年上半年发生在我局管区间线路上的某起知名恶性事件，还是火车迷为了拍摄强行闯入线路，侵入机车车辆线界，站在线路正中央对迎面而来的列车进行拍摄，迫使司机拉紧急制动逼停客运列车，导致3个不同车次的客运列车晚点的恶性事件。而在逼停列车后，当事人还恬不知耻地辱骂机车司机和其他的铁路工人，以及此次偷拍军列事件发生后，事件主角所在的 QQ 群聊中，相关成员在群里声张要挑战警方等公权力机构，并侮辱车辆段、客运段和车站铁路工人同志。也正是因为如此多的因爱好者引发的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就蝼蚁及大学同学所在的局站段，不论是哈局、蓝局还是郑州局、北京局，局党委和信息安全部门时不时都要排查路内在职职工或职工家属是否有加入火车迷相关群聊或圈子的，一旦发现就勒令退出，并排查相关人员是否存在互联网信息泄露的问题。为什么如此？不就是因为铁路迷这个圈子里神人多且神，甚至影响到了当今铁路运输、国家信息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不在乎把话说得难听一些，把你撞死了无所谓，因你导致的列车安全问题及引发的后果，让你全家赔都赔不起。所以基于此，从我的职业角度出发，首先我不是很理解这种心态，就是我们铁路工人每时每刻都在打交道的，每天各种大活、小活、破活、杂活干不完的，每天因为各色安全问题和服务问题而提心吊胆，整不好还得背负考核去岗上待岗，且任何问题都是上称千金且不可饶恕的大罪过的大型运输器具，怎么就会成为某个特定爱好者趋之若鹜的符号？这件事情咂摸起来实在是太吊诡了，人不能，至少不应该。其次，不论列位诸公是不是铁路迷，对铁路和铁路机车车辆有着如何的深刻情感，但至少得正视一个问题：铁路迷或者说是火车迷是大众文化还是小众文化？所以老一我对我国铁路迷的看法很复杂，但又很冷酷。我既清楚圈子内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9成9以上都是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家里2位联合制作人集体消耗报销的神人只占极少数，但正是这极个别的神人形成并加深了某些刻板印象，于是整个圈子跟着倒霉。所以老一对铁路迷整体上处于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状态，哀其怎么摊上了这群人，怒其至少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做点什么。而结果呢？那些神人不仅没有收敛，还愈发狂妄。正如花老师所说，以这次偷拍军列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未成年小逼崽子为中心，圈子内的部分人甚至都觉得泄露国家机密没什么大不了的同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想尽办法对抗公权力机构和铁路安全秩序，那就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于斯来说，
如果铁路迷这个群体伴随着官方意志政令彻底一蹶不振，那对我等铁路工人又有什么现实影响呢？而于公来说，各种小圈子亚文化在国家机密乃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前屁都算不上。话很难听，但这就是现实。永远不要把小众文化凌驾于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之上，更不要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职业。更何况国铁集团的政治理论题库中有这么一道题，问中国铁路的根本宗旨是什么？答：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也希望铁路迷能够跟上铁总的步伐和号召，这就是铁路迷和军迷之间的不同。纵使这两个圈子的成员有着相当部分的重叠，至少在现阶段，铁路迷所面临的困境与10几年前的军迷是相同的，但铁路迷做出的改变又是相对缓慢的。所以老一需要提示一个点，正如前面所说，铁路迷这个群体都是以方式各异且逆天程度逐步增加的负面新闻的姿态曝光在人民群众面前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总量会越来越多，直到被有关部门注意到，而到那时性质就变了，这一切将从人民群众内部的批判斗争变成人民政府自我革命的一部分。要么是当事人锒铛入狱的同时，整个圈子被加上重重限制，或者干脆一撸到底来一个一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本次事件发生后，我粉丝中的部分爱好者第一时间和我说的是，这个圈子彻底完鸡巴蛋了。有一说一，我不同意一刀切的做法，但我又十分理解一刀切的存在。所以老一在这里强烈建议想要保卫自己爱好的铁路迷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最好要主动拼杀出去。20年前的军迷在面临这些舆论困境时，不只是默不作声的静坐等待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而是靠不断的猎杀和有理有据的痛打落水狗。哪怕现在也是如此，比如花老师之于骆总师，装甲车之于各色逆天反贼。而在痛打落水狗猎杀神人之后，圈子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也都在想尽办法去维持优化群体的互联网画像，用各色科普见闻来丰富群体文化内容。诚然，这个过程十分艰难，但难做不等于不做。铁路迷需要做的是主动出击立规矩，而不是被动的容忍这群人败坏名声。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只有等死。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老一我很欣赏那些靠着自己的努力去促进中国铁路文化发展的铁路爱好者个体，但又很清楚，对于中国铁路这一庞大体系来说，铁路迷或者说是火车迷这一群体，他们的存在显得过于可有可无了。甚至如果有一天这个群体彻底消失，我也只能在感到惋惜的下一秒开始今天的列车故障处理。或者说，铁路公安的同志们在无形之中少了些许的工作量。有时候真不怪上面一刀切，有的东西稍微松点口子就一堆人搞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那些真正优秀的铁路爱好者所促进铁路文化发展的努力破坏得一干二净，把整个群体拉向深渊的同时，不需要负任何本应该由他们去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老一不厌其烦地说，世界是物质的。从铁路工人的角度，我不是很能够理解那些狂热到不讲公序良俗，热爱到恶意违反公共秩序的铁路迷的初衷是通过什么方式建立在什么位置的。如果仅仅用自私2个字去解释，又显得太无力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过，如果这些自命不凡的铁路迷能够设身处地地参与1个月的普斯列车12、13修，或者是参与一次套着总公司鉴定的春季整修和秋季整修，如果真的能戴着安全帽，背着钱套子，早8晚5早7晚8的在列车整备库里摸爬滚打的干上那么1个月，经历这1个月之后还能依旧保持对铁路和火车的热爱，那恭喜他们，他们的这份热爱不仅是真实的，在之后的人生中遇到的所有难题对于他们来说都将不再是问题。只不过现实却是，在经历了为期1个月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大部分人都会退圈，
甚至在退圈之后，对着那两根间距为1435+6的公字形铁条心生畏惧。叶公好龙永远是叶公好龙，小逼崽子永远是小逼崽子。所以说，某些人不要把小众文化中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东西凌驾于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之上。你眼中的最卓尔不群、最趋之若鹜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工人同志们最瞧不上的过眼云烟。劳动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